东邪西毒中被删减戏份的演员，在出演东成西就时都无比卖力，像是和王家卫与刘镇伟两个导演达成了某种默契。叶玉卿在东邪西毒中整个人物被删减，王祖贤只剩下94原版结尾彩蛋的一个侧脸，以及台湾 DVD 版中与黄药师不足1分钟的动作戏。所以东成西就里的小师妹和反派王妃总是用密集的台词和夸张的演技在不停抢戏。你不要喜欢我啊！虽然我平易近人，天生丽质，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呢？而本应该出演西毒欧阳锋的梁朝伟，最后只出演了一个配角盲剑客。于是，在东成西就中，影帝不惜自毁形象，也要把戏份抢回来。招风耳、香肠嘴的鸭子舞，从此跨越时代，成为了永恒的笑点。虽然盲剑客确实是王家卫虚构出来的人物，与金庸原著小说无关，但这句经典台词却不是无出处。酒會越飲越亂，水會越飲越好。这是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师古龙1971年创作的《欢乐英雄》中的对白，同时这句话也道出了世事苍茫。他是黄药师最好的朋友，自己最爱的妻子桃花却爱上了黄药师，他能做的只有逃避，发誓再见到黄药师就会杀了他。可真再见时，时过境迁，自己眼睛也已失明，连杀意都放下了，一心只想着回家乡再见妻子一面。他心中其实有满腔的愤怒和悲伤，不敢往前走，也放不下过去，需要安慰和宣泄，但总是找不对出口。小生之前说，东邪西毒是一部都市人生百科，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对号入座的性格以及命运。也许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像黄药师，得不到最想要的，但可以随处风流，其实那只是自我安慰罢了。更多人应该更像盲剑客，道理全都明白，事到临头却迟迟下不去手，要不就放下对桃花的爱，重新开始，要不就孤注一掷与黄药师决斗，但犹豫半生，把眼睛都想瞎了，做出的选择却是向更弱小更无辜的人发泄。身负悲惨的过去，心里也没有未来的明确目标，瞻前顾后，拿不起放不下，最终只会被更果断的人一刀毙命。这里有个疑问点，盲剑客跟附近最快的刀手比武都可以轻松获胜，为什么会死在马贼手中？还有个小情怀，快刀手的扮演者邹兆龙，洪家班出身，是东邪西毒武术指导之一，王家卫只给了他一个镜头。这里小生认为，当盲剑客心中目标明确，干一票生意挣路费回家时，他的实力是够的。但当他双目失明，他知道自己回去也看不见妻子桃花了，却还要去点那盏毫无用处的灯。即便他对杨采妮饰演的孤女已经有了一点喜欢，可这份喜欢也并不纯粹，只是因为孤女长得像妻子桃花。小生以为杀死盲剑客的不是刀，而是他自己优柔寡斷的性格悲劇。我先聽人講，如果把刀夠快，啲血喺傷口噴出嚟嗰陣，好似風聲咁，好聽。时间和生命随风而逝，性格悲剧在都市中每天都在发生。王家卫在桃花头顶用一道天使光，把对世人的悲悯之情渲染如画。相比盲剑客，一心为弟弟报仇的孤女也是都市性格中比较大众的，小生称之为基层小咸鱼。他们单纯简单，没什么优越条件，只有一篮鸡蛋和一头驴子，但是不为诱惑所动，不出卖自己，只坚持去做最基层的事情。我淨想講俾你聽，如果要賣，你會比嗰隻驢更加值錢。就像孤女一天天的等待，一次次向欧陽鋒和路過的刀客劍客們請求，他的目標是明確的，也足夠堅定執着。人不可能一輩子運氣都差，只要堅持，孤女會等到為了一個雞蛋替自己報仇的人，小鹹魚也終會有翻身的一天。